大家好，这里是太极实验室。今天我们来讲引劲落空跟力线。那这两个东西，其实引劲落空是太极拳的范畴，那力线呢是属于力学的范畴。那这两个会产生什么交互作用呢？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。其实太极拳呢是想要解决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当敌人强大，你弱小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取得我们的胜利？所以太极拳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技术。那要怎么以小博大的？他是研究力量。那什么叫力量？就是我们要先从最基础的力量，有个东西叫做力线，力量的线，传递的路线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可以感觉一下这里，稍微贴着哈。那我们使用力量，我们会把身体集中嘛？这个以前讲过嘛。然后其实集中，我们去观察一个东西叫力线。我们在用力的时候，我们把力量集中在这条线上，这里有个支点，我们可以把它叫起点。这里有一个末端的点，我们叫终点。蓝色的箭头是力线跟力线的方向，那右边的红色的圈圈呢，就是力线的起点。那左边橘色的圈圈就是力线的终点。那两点的连线就是所谓的力线。那这个线上，你只要碰到我，都可以有力量传递到你身上，对不对？只要碰到这一块都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已经把力量集中了。这时候，如果你去有稍微压制我的力量，哦，你就会，甚至你很轻，你再轻一点，哦，还是会被我碰走，对不对？对。在这个叫做力线，这一条起点到终点连线叫力线。那太极拳就是玩这个，然后太极拳发现一件事，就是，不管我再怎么去挡它的力量，就是力线，只要碰到它，你再轻一点，哦，你还是没办法去化开这个力量，对不对？那太极拳找到一个方式，我们叫引劲落空。那什么叫引劲落空？其实你去研究力线，你会发现力线是可以操作它，让它对方失去平衡。那它有一个技巧就是 ，OK， 换你来操作力线好了，嘿，你集中，嘿，然后你往这边产生一个力量，有没有？如果我这边有一个力量，就会被顶走。那这时候太极拳呢，发现我们把这个力线让它做一个延伸，我让你的终点一直往这边跑，然后你到最后你的起点就会往前跑。好，你推进来，哦哦，我只要很轻松的让你这个终点一直往前跑就好，我不要去挡你的力量，这是最基础的引劲落空的玩法。这样子虽然力量有过来了，可是还是对着我嘛。那这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动作，我们会做一个弧线。什么叫弧线？好，给你再推过来，哦，我们做一个弧线。我同时向后退，同时有一个向后的动量，我同时有一个横向的动量，然后这时候就是一个曲线嘛。对，你再推过来，哦，因为我不挡你的力量，所以你的重心就会往前跑。因为我有侧向的动量，对吧？我有横向往这个方向的动量，所以你在我推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很轻易的改变你力量的方向。那一直到你的有没有？一直到你的这一点已经完全推出来了，所以你整个人最后一定会失去平衡。这就是所谓的力线的操作。那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，我们叫平圈呐，就是一个水平面的圈嘛。我用这个方式去让你失去平衡，平的。那太极拳其实玩到最后，它不只操作水平的动量，这个是两个维度的嘛。那引劲落空最基础是往这边的力量的时候，你1秒钟1公尺进来，我也1秒钟1公尺，我再加一点点，哦，我自然就可以不挡你啊，因为这个叫太极拳叫顺水，顺对方的力量。为什么他讲不用力？因为我们在往你推过来，哦，我在你行进的方向我是不用力的哦，对吧？我没有去挡你，我没有去产生一个对向的力量，我反而甚至要加速你这个，加速你这个前进的动量。可是我又适时的在增加横向的一个，你会觉得很轻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那我们在玩力圈，力圈就是一个垂直的，那垂直的也是一样，我只是把你往前的动量变成往下的动量，我往这边也往下，哦，
我让一个微笑曲线变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垂直的力圈的操作，嘿，再一次，哦，我再把它返回去，它就变成一个力圈，这个我们叫力圈。这个是垂直的玩法嘛，刚才是水平的玩法，一开始水平的玩法。那接下来我玩什么？我把两个结合在一起，我同时操作3个维度，它会像一个球面一样。那怎么玩 ？OK， 哦，一般人都没办法突破这个概念，因为太极拳不是在玩力量，他们是在玩平衡。他们先处理平衡问题，再处理力量问题。那一般人的在第一关卡就过不了，因为第一关卡你看。我一般人的玩法，第一关卡，你手力量出来一下，哇，我也力量出来一下，这时候就没有平衡问题，因为2个人已经卡在力量了，力量对抗的一个模式下面了。那太极拳有一个不能让人理解的地方是，很多人想要看这个，哇，看2个人顶的，这看起来拳拳到肉，很有力量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也可以感觉到很扎实的力量的对抗，对。可是太极拳根本不要进入这个模式，因为我要处理的就是一个，我比你弱小啊。我跟你这边顶力量干嘛？我根本就力量打不赢你，我才用太极拳啊！我力量打得赢你，我干嘛用太极拳？我就只 K 你就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是要以小力胜大力去玩，哦。所以它有一种轻巧，我们不产生直接的力巧，我们不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。谢谢您的观赏。现在太极实验室开课了，每个星期六早上在泸州捷运站，有兴趣的人可以留言咨询。